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博朗求职小教室，我是 Eleanor。上一支影片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博朗的招募流程。那今天这支影片就要教大家如何写一份跨国公司都会喜欢的英文履历，那你找工作或者是实习都可以无往不利哦。那我们就来看看吧。好，首先我们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些通用的大原则，然后接下来呢会再跟大家讲每一个栏位的细项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一些哦。首先呢，来跟大家介绍履历的通用大原则。第一个，一定要保持你的履历简洁，而且有一致性，包含所有的字型啊、字体大小、空格这些都要经过良好的设计，不要字体忽大忽小，或者是转换成不同的字型。那第二个呢，记得你要用条列式的方式来呈现你的经历，让你的资讯呢显得更加的简洁而且明确。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不要放上错误的资讯，包含错别字，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哦，不要打错字，这会扣分很严重。好，另外就是记得你的履历呢，保持在2页以内就可以了，把你的重点资讯呈现出来，不要写得太过冗长，因为通常 HR 是没有这么多时间看履历。最后记得要上传 PDF 档到企业的职缺网站。关于怎么样上传到我们的职缺网站，可以看我们上一支影片有详细的介绍哦。在写履历之前呢，你要先想一想 ，recruiter 会想要看到你的相关的工作经验及相关资格。另外呢，就是每一个履历的 section 都要有非常清楚的标题，去说明这个 section 的重点是什么。履历的写法呢，会因为你是学生或者是有经验的工作人士而略微不同。不过呢，第一项都是要先写下你的联络资讯，而后是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以及你的教育背景，还有你的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的成就。最后呢，会写到你的相关的技能，还有你的兴趣，就是社团经验这一些。那如果你是有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士呢，一样前面是先写下你的联络资讯，而后你的 work experience 就是工作经验会往前挪，而你的教育背景会往后移。最后相关的社团或者是你的兴趣这部分就可以省略不提了。在个人联络资讯的部分呢，一定要记得放上你的姓名、联络电话以及你的 email。如果你有 LinkedIn profile 的话，你也可以放上你的 LinkedIn 连结哦。最后，我们也欢迎你放上你的专业形象照，让我们更加认识你。在 personal statement 的部分呢，你可以简单的叙述你过往的经验，还有你的强项及优势，而后呢，可以说明你的求职动机。以下就是一个例子供大家参考。接下来写你的教育背景，记得要写明你毕业的学校，还有你毕业的年月，以及你拿到的 degree 是 master 或者是 bachelor。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也可以将在学成绩放上来。记得最高学历要放在最前面。如果你是有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士呢 ，education 可以往后挪到 CV 的后半部。接下来就是履历的重头戏啦，也就是工作经历的部分。但是在这里不是只有写你的正职以及实习经验而已哦。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除了实习，你也可以说明你的打工经验、学术研究、与求职方向相关的社团经历，还有学校的相关专案。那如果你是有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士呢，当然就是说明之前的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的工作专案。记得最近的工作经验要放在最前面，还有要写明你的工作职务、你的公司以及你在职期间的年及月。而后呢，你要去看求才公司的职缺介绍，找出他们最在意的相关技能，写出你符合的相关工作经历。如果你有量化你的工作成就表现的话呢，这也是有加分的哦。在成就的部分呢，你可以写下你得过的奖项、奖学金以及其他的优秀表现。在技能的部分呢，当然要记得说明你的语言能力，包含英文啊或其他外语，
还有你的电脑技能，以及如果你有相关的专业证照或者是驾驶执照之类的，也都可以说明哦。最后，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也可以说明你的社团及志工的经验哦。尤其如果你有担任过社长或是领导人角色的话，记得也要把他们放到最前面醒目的位置。今天的分享就告一个段落咯，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按赞，还有加入我们的 LINE 及 Facebook， 还有职权网站。最重要的是要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接收最新的通知。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